连日来，俄乌双方的交火异常猛烈。英国援助的暴风影巡航导弹一到乌克兰，乌军就迫不及待地用上了，直接对卢甘斯克发动了空袭。俄军也不手软，对基辅再次展开猛烈空袭，据说还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关键时刻，俄罗斯边境发生变数，因为西方国家坐不住了，纷纷出来给乌克兰撑场子。14个国家直接在俄边境展开演习，一方面是威慑一下俄罗斯，另一方面则是为乌军反攻助力。与之前的空袭相比，此次空袭基辅的强度升高了。目击者声称，此次击中类型繁多，密度惊人。乌克兰官员表示，俄军此次出动了9架无人机，计划发射了18枚巡航导弹或弹道导弹，绝大部分来袭目标都被防空系统发现并摧毁了。乌克兰空军也证实，俄军此次发射的导弹分别是米格 31K 发射的匕首高超音速导弹，与黑海舰队发射的口径巡航导弹，另外有3枚陆基导弹。一枚美国官员表示，俄军发射的一些导弹瞄准了爱国者防空系统，在这次空袭中有一套防空系统受损，不过并未完全被摧毁，其雷达仍能正常工作，继续帮助乌军追踪并拦截来袭导弹。美国在第一时间评估这套防空系统的受损程度，然后决定是完全回收还是直接就地修复。根据美国国防部的消息，这套爱国者防空系统目前已经被修复并重新投入使用。在修复爱国者的同时，美国还向乌克兰提供了一定的支持和帮助。至于内容是什么，美国并没有公开。而在5月19日，俄军在夜间对乌克兰发动了新一轮空袭。基辅表示，俄军在夜间发射的30枚导弹，有29枚被拦截。此前被俄军击伤的一套爱国者地空导弹处于完好状态，重新投入防空作战。随着战事的愈发严峻，非洲代表团前往基辅和莫斯科，希望可以推进双方谈判，但在关键时刻，俄罗斯边境出事了。瑞典国防部表示，我们要进行军演了，将在5月29日至6月9日期间，我们4个北欧国家将在俄罗斯边境组织北极挑战2023联合军演，这是欧洲最大的空中演习之一。北极挑战系列军演本就是北欧4国每年例行举行的空中演习，但今年的北极挑战军演却与往年有些不同。根据瑞典国防部的说法，本次军演除了瑞典、芬兰、丹麦和挪威4个北欧国家以外，还将会有美国、英国以及法国等多个国家参与，共计2700名军人。按照演习计划，各国将出动120余架先进的4代机和5代机。演习科目将是多国联合空中作战，尤其是4代机和5代机之间的协同作战。演习空域选择在波罗的海、芬兰南部。这一点不得不让外界猜测，此次军演明显是想威慑俄罗斯，因为选择的演习地点就在俄边境。本次北极挑战演习也是芬兰加入北约之后的第一次演习，所以演习还赋予了加速芬兰空军接入北约作战体系的意味。尽管瑞典并未透露举办演习空域的具体经纬度，但根据外界猜测，演习区域距离俄罗斯本土可能只有几十公里。俄罗斯第2大城市圣彼得堡可能会处于演习战机的打击范围之内。本次演习将4代机和5代机的配合作为重点，这是非常具有针对性意味的。俄罗斯虽然也算得上空中强国，但近些年来，俄罗斯与北约空中力量的差距越来越大。毕竟了解俄乌战争的都知道，空天军在这场战争中的表现非常差，被俄罗斯寄予厚望的苏57目前也没有官方承认的实战记录。再加上俄罗斯本土多次遭遇无人机袭击，就连克里姆林宫都差点被炸了，这都证明俄罗斯的本土防御体系存在着非常大的漏洞。这场14国联合的空中演习对俄罗斯的威胁相当大。根据五角大楼的数据，目前俄罗斯空天军的4代机有1000架左右，主要包括米格29、苏27、苏30、苏34以及苏35等，其中大部分都是老旧机型，航电系统非常落后。俄罗斯也没有进行现代化改进。苏35是俄罗斯唯一一款可以达到4代半水平的战机，但在俄军中的保有量只有100架。相比于4代机的差距，5代机的情况更不乐观。苏57是俄罗斯唯一一款入役的5代机，但作战性能还需要进一步验证，数量最多只有10架。虽然俄罗斯定下目标，打算在2025年之前装备22架苏57，但随着战事的发展，俄罗斯已经暂缓了先进装备的开发，将资源全部用来生产前线所需要的各种装备。
如此一来，意味着俄罗斯难以通过空对空的方式来抗衡北约的空中精锐部队。同时，瑞典公布的演习时间与乌克兰一直在准备的反攻时间基本相符。最近，乌军也在巴赫穆特附近展开了一系列反击，重新打通了巴赫穆特前线与后方补给的0506号公路，迫使俄军放弃了巴赫穆特郊外的部分阵地。在去年9月的哈尔科夫大反攻中，乌军虽然取得了不少战果，但在脱离坚固工事后的乌军遭到了俄罗斯空天军的密集火力打击，付出了不小的代价。近几个月来，俄罗斯空天军还探索出新的战术，采用新型滑翔制导炸弹，战力获得了提升。如果乌军还像去年那样，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发动大规模反攻，势必将付出非常大的代价，并且还难以复制去年的成果。而这次军演，14个国家集结上百架战机，在俄罗斯家门口进行针对性极强的军演，俄罗斯也必须出动最精锐的战斗机联队来应对。防空部队也需要将各种防空系统部署在演习区域，由此可以牵制大量俄军力量，为乌克兰即将开始的反攻创造条件。事实上，这已经不是北约第一次牵制俄罗斯了。虽然北约没有直接派兵干涉乌克兰战场，但美军在罗马尼亚或波兰边境驻军，北约也时常在东欧举行军演，迫使俄军不得不将一部分兵力留在俄罗斯西部和白俄罗斯。特别是随着芬兰加入北约，未来北约可能会在芬兰境内举行军演，进一步威胁俄罗斯的本土安全。尽管北约没有派出一兵一卒，但却通过各种手段影响局势，而这也是俄罗斯如今面临的难题。面对来势汹汹的北约，俄罗斯宣布退出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法案。面对如今的困境，俄罗斯国家杜马一致同意废除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法案，并表示俄罗斯将最大限度提高武器装备的产能。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由于苏联和美国不堪重负，加上戈尔巴乔夫推行新思维构想后，美国和苏联、北约和华约之间的裁军谈判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在1990年的时候，北约与华约在巴黎签署了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这个条约对2个军事集团从大西洋至乌拉尔山脉的整个限制区域内可保留的坦克、火炮、作战飞机、装甲车以及作战直升机等5类常规武器的数量和区域做出了明确规定。北约和华约成员国现役和储备的陆基装备数量为坦克2万辆、装甲车3万辆、火炮2万门、作战飞机6800架、攻击直升机2000架。另外，条约还规定了中欧区、中欧扩大区、欧洲侧翼区以及大西洋、乌拉尔4个裁减区域的正规部队军备限额、监督以及削减等策略。也可以这样说，条约的齐东宁确立了2大军事集团的力量均衡，同时也限制了2大军事集团在毗邻地区的常规军备潜力，从而缓和了2者之间的军备竞赛，一度被称为欧洲安全的基石。随着冷战的结束，一些华约国家相继加入北约，使得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常规军备平衡被打破。北约在常规力量方面明显占据优势，俄罗斯曾一度要求修改条约，否则将退出，为了缓解俄罗斯的担忧。在1999年通过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修改协议，利用国家限额和领土限额机制，取代了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规定的集团限额机制，对每个缔约国常规军备都做出了明确对顶。根据协议，约有19个北约国家需要大幅削减常规军备数量。但在2007年，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以及乌克兰先后批准了修改协议，而北约国家拒绝了这项协议，最终导致俄罗斯中断执行该条约，也让该条约基本上名存实亡。随着北约在欧洲建立的军事基地越来越多，俄罗斯愈发感到危险，尤其是芬兰正式成为北约成员国之后，俄罗斯与北约从点状接触变成了全线接触。在苏联时代，只有2个地方与北约直接毗邻，一个是挪威在北极地区与苏联接触，另一个是土耳其在南方与苏联接触。在苏联解体之后，土耳其与苏联不再接壤，使得俄罗斯与北约的边境长度大大减少。就连波罗的海3国加入北约后，俄罗斯与北约的接触长度也低于苏联时代。但在芬兰加入之后，这个边境长度改变了。芬兰与俄罗斯的边界大约1300公里。之前北约东翼的北段，北约成员国挪威和波罗的海3国隔着1500多公里。北约东翼中欧段，白俄罗斯与乌克兰横亘在北约和俄罗斯之间。面对北约东扩，俄罗斯在各方向上还是可以分而治之的。
但芬兰的加入使得北约形成了一条完整的防线。如果俄罗斯在乌克兰战败的话，北约漫长的防线就可以完成最后一环。到那个时候，就连白俄在北约3国环绕的情况下，也将面临巨大压力。从芬兰边境到圣彼得堡只有152公里，到北方舰队的主要基地北莫尔斯克只有200公里。芬兰装备了美式的 M270 火箭炮系统，使用射程300公里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就足以覆盖这2处要地。俄芬两国之间上千公里的陆基边界，在芬兰加入北约后，随时可能成为前线。如果将来美国在芬兰部署短程、中程导弹，俄罗斯北极地区的大部分军事基地和民用设施都将处于北约武器的打击范围之内。所以，俄罗斯选择退出条约，但这样做的话，可能会导致未来欧洲形势剑拔弩张，甚至会引发新一轮的军备竞赛。要知道，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欧洲多个国家开始大规模扩充军备。以波兰为例，为了弥补援乌后的军备空袭，以及应对俄罗斯可能会进行的报复，波兰进行了快速扩军。在2002年，斥资148亿美元采购980辆 K2 主战坦克、648辆 K9 自行榴弹炮，以及48架 FA50 高级教练机轻型战斗机。后来又花费数百亿美元从美国采购了大量装备。德国同样扩大了军费开支，甚至还批准了1000亿欧元的特别国防基金，计划在2030年之前建立3个准备战斗的陆军师，同时还呼吁放松对军事出口的严格规定，以允许德国参与欧洲防务项目。这也是为何火力军会认为军备竞赛会在欧洲上演的原因，希望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也希望战争可以尽快结束。好了，本期影片就到这里了，我是火力军，咱们下期再见。